来吧，新玩具 NA 大力金刚的又一款新重图。之前我们也在摩尔美周刊里边看到过了，还说做一期玩具背后的故事来聊聊这个玩意儿。我看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东西是镜像世界里边的大力阎罗啊，其实并不是。这一款应该叫它元祖大力金刚吧，或者应该叫 Omegatron。而它本身来说，这款产品是 Toybox 当时生产的 MechaBot One。我们现在看到 NA 盒子的这个外包装，其实也是一种挺复古的风格，包括这一块拍摄的，也有当时玩具在包装上边用实物展现出来玩具的照片啊，拍出来的那种光影的感觉，哎，这一点拍的相当的对味道。但其实这个外包装也是和老的最早版本不太一样的。曾经在日版的时代，它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而现在 NA 的看这个白色的字帖，其实是后来英版玩具的这么一款包装的形式了。变成基地以后的轨道了、坦克的，包括字体的样式，是仿照英版的那个包装来的。玩具的实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主要是以黑白红色为主吧，身上有一些细节的点缀，也是用了非常亮的银漆，这样来处理。哇，这个感觉还挺漂亮的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变形金刚的前身是戴亚克隆和微星小超人系列，但后来吧，做了那么一段时间，角色就越来越少了。变形金刚这一块呢，想接着出这些新的产品，但是塔卡拉手中已经没有新的玩具了，设计供不应求的时候，孩之宝就要想着招揽一些其他的日版玩具、动画里边的角色或者现成的玩具，换一个包装，混编到变形金刚这个 IP 里边一起推出了。而这个时候也是找到了 Toybox 公司啊，发现了他们旗下的这几款玩具，包括后来的山猫号也是这家公司的产品。但是山猫号或者叫天猫号也好，这款玩具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Toybox 公司就已经面临着倒闭的一个状况。所以孩之宝把 Toybox 手中的这两款产品的使用权就一并收购了下来，混编进入了变形金刚里边，而且给它设定到了汽车人的阵营里。但翻回来说啊，这个家伙其实在老玩具的背景故事里边，他可是一反派。当时设计出来的这款 MechaBot One 的玩具啊，当时发售了2个版本，日本本土发售的叫 MechaBot One， 而在英国地区发售的所谓海外版，这个家伙的设定名字改了，就叫 Omegatron。这个也是当时属于英国 Health 公司旗下的 Grandstand 公司当时推出的版本吧。这个公司其实在上世纪70、80年代还挺活跃的，但它主要是在英国以及新西兰这些地方。它其实和当年的孩之宝有一点点像啊，并不是说它是主要的设计公司，而是把现有的玩具拿回来重新包装再重新上市。而英国人重新包装以后，把 MechaBot One 的名字改名为了 Omegatron， 并且设定了一套故事背景吧。当时他们并没有推出什么漫画书、动画片这类东西啊，只是在玩具的包装上边附带的那些内容上边写着他们的设定故事。Clean Waters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系列，或者说一个种族，又或者说是一个阵营吧。这个里边设定的所有角色全部都是反派。哎，对，没错，大力金刚的原型 Omegatron， 他是反派，他是坏蛋，但是又有一点不同的特殊形式存在啊。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宝可梦，你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一方捕获了这些 King Waters 之后，就可以为他们效力，然后还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抵御其他的 King Waters。但是好像这个设定有一些混乱，所以这一种的形式也并没有继续延续下去。反正最终一句话肯定是干不过孩之宝的变形金刚的。其实我们从大力金刚的外观上边也可以联想得到啊，那个年代呢也正值美苏冷战时期，反而美国人的孩之宝的变形金刚能把大力金刚的这么一款很俄式的太空探索机甲机械人吧，设定成正义的角色，反而让人觉得挺意外的。但翻回来，今天咱们玩具背后故事聊的这内容，Omegatron 它本身的设定就是一个反派，就是一个坏蛋，也是符合当年的那个大环境之下的一些政治正确因素吧。所以一个很苏联式的宇航员造型的人形，包括和当时太空竞备时代的那个大
火箭的一些元素，还有身上的这些五角红星，人形下的细节涂装刻画哇，这些地方的点缀都相当的漂亮，胸口的纹理也是和老玩具很相近的。肚子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块类似于闪光颗粒感的这么一个像是屏幕的东西啊，它这回也有换了一个材质做出来这种感觉。打开胸口，里边的导弹头也是银色的点缀处理，很细节。甚至脚底的喷口都使用了蓝色，这3个凸点是硅胶材质的防滑垫，脚心这个地方是金属的蓝漆，非常的漂亮。坦克嘛，刚才我们在大力金刚人形肚子看到的那一块类似于液晶屏的面板，现在也在坦克形态下有了一个缩小的替换零件的刻画。坦克下方轮子的橡胶圈也变成了蓝色，对应脚底的那种蓝色处理。而轨道上面也点缀出来的这些细节涂装的刻画，真的非常有感觉。当然，透过这款玩具的外观造型以及它的派别设定，咱也是聊到了美苏冷战时期的一些东西啊。其实想一想，世界和平不好吗？为什么在2战之后又要产生了冷战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军火贩子，没人喜欢战争吧。所以不管是曾经也好，还是现在也好，乃至于将来也好，人类共同的愿望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吧。别管热战还是冷战，都希望它不会再次发生。那么得嘞，这一期玩具背后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吧。